自從最近嗰幾條影片呢，都分享咗一啲個人玩錶嘅少少心得啦，分別係10萬大元點樣帶出25萬嘅味道啦，20,000蚊點樣去揀一啲品味嘅手錶啦，咁啊以及亦都同大家探討咗一下呢，如果自己要買第一隻嘅勞力士呢，我應該揀邊一隻呢？個反應其實都幾好嘅，亦都增加咗唔少嘅訂閱。咁喺呢度首先多謝大家嘅支持先，仲未收睇嘅其實絕對值得重溫翻。咁啊今集呢，再次同大家分享一下心得啦。嗱，我會用分享呢一個字啦，因為自問呢真係唔係咩大師，唔係啲咩阿 Sir 啊，咁啊亦都唔係話嗰啲咩非買不可啊呢啲咁嘅風向上嘅言論啦，即係希望特別是新手啦，可以得到一啲意見，行少好多冤枉嘅路啦。咁啊，上一集就分享咗啲20,000蚊嘅價位啦，咁啊都可能有人覺得啊都貴咗啲喎，不如今集再平啲啦，分享一下10,000蚊以內嘅預算，我自己又買咗邊4隻錶呢？又分享一下。咁當然係用一個買入嘅價錢去計啦，就唔係手錶嗰個定價嘅。咁作為錶迷嘅我哋呢，其實都一樣會對以下嘅我介紹呢啲錶款呢係會有興趣嘅。咁啊，第一隻就係 Hamilton 嘅 Ventura 啦，應該讀 Ventura 嘅，我覺得係 Ventura 嘅系列啦。咁啊，雖然 Hamilton 喺錶迷嘅眼中呢，確確實實佢真係一個入門嘅牌子，但係呢，佢嘅影響力呢一啲都唔低，相信大部分嘅錶迷呢點都會收藏一兩隻 Hamilton 嘅。咁如果將之前平錶大循環嘅 Hamilton 都計算在內呢，我諗我應該已經買過超過20隻 Hamilton 噶啦。咁呢一隻嘅 Ventura 呢，咁經典嘅呢一個三角形嘅錶殼係最近期入手嘅一隻錶，大約買咗2-3個禮拜到嘅啫。咁你話有咩原因值得去買呢？咁當然就係呢一個咁經典嘅造型、咁經典嘅系列啦。喺1957年啊，第一次推出啊，差唔多70年前啦。當年出呢，仲要唔係機械錶添，而係電子錶。你冇聽錯，1957年已經有電子錶，算係最早期嘅一啲電子錶啦。由於當時嘅 Hamilton 呢，咁就聘請咗一個設計師啦，咁就去設計呢個算係新嘅系列啦。咁啊點知呢，就好似一般嘅客咁啦，冇任何嘅 brief 噶。咁你話好定唔好呢？有時做設計嘅我哋呢，其實都會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啊等設計師呢，自由咁去發揮，就有咗呢一隻咁劃時代嘅產物啦。咁所以有時呢，有得設計師自由發揮呢，其實都真係幾過癮嘅。咁令到當時嘅娛樂圈演藝界嘅朋友呢，大受追捧啦，特別是喺美國嗰邊啦。嗱，最出名一定係阿 Elvis。貓王噶啦，咁所以錶迷呢，我哋一講親呢一隻錶，一講親呢個系列呢，一定會話啊呢個係貓王同款嘅。就算你係新手呢，如果又知道咁啱呢段古仔嘅話呢，嗱，絕對會令到你增加呢個玩錶嘅樂趣嘅。而我手頭上嘅呢一隻呢，其實就自動版本嚟嘅，自動機芯嚟嘅，大概喺2015年左右推出啦，都10年前嘅啦。咁啊，雖然你話嗰個錶殼啊，嗰個機芯呢，同嗰個原作呢，其實都好大分別噶啦。不過還好啦，加上呢一隻錶呢，嗰個錶帶先係最值錢嘅一部分，就係一個一體式嘅設計。只要你有機會攞過呢隻錶嘅實物上手呢，你就會感受到原來呢隻錶呢真係超靚，你睇相都唔覺。只要你攞個上手，戴個上手呢，無論佢成個感覺呢，加埋呢條鏈帶呢，真係好靚，亦都唔需要一個好高昂嘅價錢。嗱，本身呢隻錶其實個定價就12,000蚊左右嘅，12,000蚊到啦。咁不過可惜已經都停咗產一段時間噶啦。咁啊，二手我老實講都斷斷續續咁留意下啦，叫做就唔係話好認真咁揾，Chrono24又揾啊，日本啲網站又揾啊，eBay 都揾過啊，真係揾咗一段好長嘅時間，最後終於俾我又喺一啲國內嘅網站見到啦，4,000蚊港幣就入咗手啦，算係收藏翻一隻有趣有故事嘅一個錶款。咁如果你係新手咧，成日都講啦，你又攞住呢個 budget 咁4-5千蚊，如果你又咁啱揾到呢一隻嘅話呢，咁買 Hamilton 呢，就買一啲有故事嘅錶，包保你呢行少好多冤枉路嘅。Hamilton 有好多有故事嘅錶嘅，其實都係唔係貴嘅。咁啊，第二隻呢，就係 Alpina 嘅 C-Strong Heritage 嘅一個版本。咁 Alpina 其實依家就係 under 咗喺 Citizen 呢個 group 啦，同 Frederic Constant 係同一個 group 啦。之前其實我都買過一兩隻 Alpina 嘅
Start Timer 嘅 Pilot 嘅款式啦。嗱，一直都覺得 Alpina 嘅質素呢，一啲都真係唔差嘅。咁可惜真係個知名度真係比較低啦，未有太多人識呢個牌子，甚至乎欣賞啦。咁呢一隻呢，其實就有段古嘅，佢係復古翻呢1969年第一次推出呢個 C Strong 嘅系列，外觀上面呢，其實已經有80%以上相似啦。嗱，你問我呢，咁當然其實係可以再遲一啲嘅，咁但係都 OK 啦。加上呢一個係一個黑白嘅配色造型啦，即係原本1969年嗰度係黑白色嘅。咁雖然呢隻就有日期啦，就爭啲啦，不過冇辦法啦，原本嗰隻都始終都有，咁所以呢隻我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。本身個定價呢，其實呢隻錶都我記憶中係15,000蚊以上嘅。咁呢隻錶呢，就二手啦，正錶啫，咁啊5000蚊都唔使，咁就俾我買咗啦。正如我頭先都講過啦，其實 Alpina 嘅手錶做工呢，其實真係唔差嘅，佢都襯得起佢嘅定價嘅。老實講，你問我，咁但係其實我買呢一隻二手錶之前呢，老實講係近乎都未睇過實物添嘅，因為老實講有 Alpina 賣嘅地方呢，實在太過少啦。加上你又要咁啱揾到呢個款，又要揾到呢個配色呢，真係難上加難。咁當時真係要多謝隔離台啊，隔離嘅 YouTube channel 呢，成日介紹一啲二手嘅錶款咯。咁大家都知道講邊間邊個，咁啊無意中都咁我都有睇嘅。咁我見到有呢一隻喎，心諗喂，呢啲款呢，要喺香港揾到二手呢，實在太過難啦。咁啊Chrono 24其實係有嘅，咁但係價錢上呢，都可能講緊8000蚊以上。過萬都有，咁就令我反而有啲卻步。咁而家呢，難得香港都有呢個款，二話不說咁就買咗啦。嗱，一隻有歷史味道嘅 Alpina 呢，自己其實都好中意呢一個款，好中意呢隻錶。第三隻啦，其實之前都有拍片介紹過嘅 Maurice Lacroix 嘅 Icon， 只要你係玩錶之人呢，一定會識呢隻錶。咁當然呢隻錶係一隻非常之有爭議性嘅一隻錶款，非常之兩極化嘅 comment。唔中意嘅呢，就基本上都會覺得佢係抄襲 Royal Oak 啦。嗱，中意嘅呢，就會明白呢一個設計嘅語言啦。更加重要就你會欣賞 Icon 嘅呢一個超班嘅做工。嗱，咁當然唔係話超班嘅做工係比嗰啲超名貴嘅牌子好啦，只係話以佢呢個定價呢，大約12000-20000蚊就叫做真係喺同價位入邊呢，超晒班噶啦。咁而 Icon 嘅二手價呢，基本上即係基本嘅3針啦，都係講緊10000蚊以內嘅啫。10000蚊以內基本上都揾到嘅二手。咁啊，進一步令到 Icon 嘅對錶迷又愛又恨。嗱，亦都唔係話一定係買唔起 Royal Oak 先至買 Icon 嘅，好多錶迷應該都同我一樣，就算擁有一隻 Royal Oak 呢，其實一樣都可以買 Icon， 甚至乎唔止一隻 Icon 添。咁其實佢哋最近亦都推出咗一個陶瓷版呢，都好吸引。不過呢，就好彩佢有日期，我自己真係唔過電。如果冇日期嘅話呢，我諗都不得之了。我應該會買咗白色呢一隻。其實我都買過2次 Icon 噶啦。第一次呢，其實就買咗39mm 嘅版本，咁都最後亦都因為有日期就賣鬼咗。之後呢，好彩有機會又見到，無意中又見到呢隻冇日期嘅日本版，咁見個價錢都合理呢，基本上又即刻買咗啦。嗱，有興趣了解呢一隻手錶嘅話呢，就可以睇翻呢一條片啦。咁啊，最後一隻啦，第4隻 Yema 嘅 Urban Feel 嘅一個系列。本身 Yema 其實係一個1948年成立嘅法國牌子啦。咁個牌子其實堅持好多地方都仲係法國製造嘅，有自家機芯嘅能力啦，有珍珠陀，甚至乎有陀飛輪技術嘅，成為咗少數仲係以法國為總部嘅一個牌子啦。因為好多牌子都移師咗瑞士啦，話晒都咁近。咁法國果然係一個時裝之都啦，所以我覺得 Yema 嘅款呢，真係數一數二地好鬼靚嘅，真係。而我自己入手咗呢一隻呢，就係佢哋呢個 Urban Feel 嘅呢個系列呢，夠晒簡單。本身其實有好多隻唔同嘅顏色嘅，但我第一時間知道呢個系列嘅時候呢，已經俾呢個黑白嘅配色吸引住咗啦，自己又忍唔住又買鬼咗啦。簡簡單單嘅呢個錶盤呢，永遠都唔過時，加上呢個輕微突出嘅一個藍寶石玻璃，更加之有呢個復古嘅味道。咁我印象我呢一隻係大約40mm嘅，我就自己覺得好完美嘅呢個 size。記憶中佢仲有37mm 嘅呢個細啲嘅 size 揀嘅，不過我自己普遍都係中意大少少嘅手錶，咁所以呢一隻就啱啱好嘅。原裝佢跟嘅呢一個呢，叫做 Military Stripe，好少牌子用呢隻帶噶啦。
啱啱用嘅時候呢，真係一啲都唔慣。咁啊，最後自己都換咗自己之前做嘅一啲白色嘅錶帶啦。咁啊出奇地幾襯㗎喎，白色錶帶襯翻呢個白色錶面。咁呢隻錶呢，貪買佢嘅時候，另一個大原因呢，亦都係貪佢一個手動上鏈冇日期嘅。咁雖然頭先都講過啦，Yanmar有自家嘅機芯啦，不過可惜呢一隻就唔係自家機芯。咁相對價錢又平翻一啲啦。本身呢個定價買嘅時候都唔使1萬蚊，咁啊加上香港買嘅時候都有一啲折扣啦。不過可惜嘅就係呢個系列又係已經停咗產啦。有好多觀眾之前都有問我呢一隻錶嘅，咁相信我諗依家都盡量只要喺二手市場去揾揾啊。如果大家真係有朋友中意嘅話呢，真係可能要花啲時間花啲功夫去揾下呢一隻錶啦。Yanmar 亦都有好多其他款式嘅，我又拍過片嘅，亦都可以咧重溫翻呢一集 Yanmar 嘅介紹片，反應都唔錯噶，都超過5萬個觀看嘅次數添。好啦，咁啊講下又過咗10分鐘添。咁啊，以上就係我介紹翻近呢1-2年啦，都會買入嘅4隻1萬蚊以內嘅錶啦。嗱，自問自己買錶都買得幾瘋狂下嘅。咁雖然就唔係話嗰啲好貴啊、沙問啊、陀飛輪，咁但係我玩錶嘅範圍咧都真係幾雜嘅，乜都玩一餐嘅。咁所以我呢度想表達一啲少少嘅個人感受啦，少少嘅心得，希望幫到其他玩錶之人啦。嗱，第一呢，希望大家唔好覺得我好長氣。我經常都強調啦，就買錶就唔一定要貴嘅，平有平玩，貴有貴玩。我買完呢隻 Breaky 之後呢，其實一樣咪又係會買呢啲。買完 Royal Oak之後呢，轉個頭咪買隻 Icon，就冇衝突嘅。唔同嘅價位有唔同嘅玩法嘅，因此就唔存在住嗰啲説法就話呢：「你介紹呢啲錶都係一啲玩唔起貴錶先會買啊，呢啲錶有咩好玩啊？」咁如果你中意繼續咁樣講嘅，我都好難阻止你嘅。咁第二呢，就係我正如我之前片都講啦，其實我真係冇點樣考慮咩保值唔保值嘅。咁就算要考慮，老實講1萬蚊以內可以保值啲咩啊？手錶係用嚟欣賞嘅，手錶係用嚟代表自己 character 嘅一個 item 嚟嘅。咁不妨放膽啲去揀一啲好玩嘅錶款啦。咁啊，第三就係以上呢4隻都係我自己嘅錶啦。嗱，絕對稱唔上話咩收藏咁誇張，只係一個玩具啦，一個參考啦。自己之前買過好多嘅錶，咁啊俗稱冤枉路啦，好多嘅錶款，我覺得如果你話重新再揀過嘅話呢，可能好多都未必會買。咁亦都唔係話叫大家喂跟住我買呢4隻，只係希望新手可以攞呢4隻嘅錶款呢，明白我哋背後揀錶嘅一啲道理啫。最緊要識得去揀一啲有故事、有意義嘅，真係唔一定貴嘅。相反，貴又唔一定有故事、有意義嘅呢。有時候有啲牌子呢，某啲錶款呢，真係冇乜特別嘅故事，更加呢用埋一啲通用機芯，半個金殼，夠膽死賣到20幾萬添，真係我真係唔係好明有咩人會買呢一啲嘅錶款呢，完全冇故事，咁又賣到20幾萬一隻錶啦。咁我諗今時今日嘅你呢，如果係新手嘅話呢，都幾幸福啦已經，因為可以睇到好多唔同嘅 YouTube 再作決定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呢一集嘅內容。咁啊計埋呢一集在內呢，都完成咗3部曲噶啦。1萬蚊以內嘅介紹啦，嗱2萬蚊成為達人啦，10萬蚊點樣變成25萬啦，唔同嘅價位都應該覆蓋晒噶啦。咁啊值得大家重溫晒咁多集啦。記得 like 同訂閱，希望可以令到呢一條片去推送俾更加之多嘅人啦，我先至有更大嘅動力製作更加好嘅影片。咁我哋下一集再用一個新嘅角度去介紹手錶啦。拜拜。